是学 YouTuber 鲁罗罗，这次要带来的攻略是关于仙境螺旋11之2的满星打法。从第9层到第11之1都是一次满星过，结果在这第11之2就卡了好几天。主要是这秘境证实的守塔真的是难得跟鬼一样，加上 1.2 版本之后的11层难度也有调整过，因此不像 1.1 版本时好打。一开始打的人8、9成都会打得非常混乱，而洛洛这次终于好不容易拿到满星了，也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分享一下自己的攻略流程，主要使用的是岩队与元素队。虽然洛洛也有参考一些攻略影片，但这支影片也会加入很多影片中没有提到的细节，手把手超仔细解说每一步该注意的地方。想要拿到满星就参考洛洛的影片吧。影片开始前，若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可以先帮洛洛订阅起来哟，嘿嘿。首先说11之2层会有的 debuff 是势能之雷，中了 debuff 后身上的能量会逐渐减少，也会影响大招的释放速度。要想要抵消 debuff 的效果的话，可以带上冰元素角色来清除身上的雷元素附着，因此像是迪奥娜、77、重元都是蛮推荐的角色。而若是后面的冰系主 C 干羽出来后，这一关应该也会好打很多。再来最麻烦的就是怪物的部分，怪物的出场顺序也要稍微了解，才能有策略的去攻击。上半场的怪物共有18只。分别是4只火箭丘丘人、4只雷箭丘丘人、4只岩盾丘丘人、4只火棒丘丘人、1只火斧丘丘人暴徒、1只木盾丘丘人暴徒。刚开场会出现6只怪物，分别是远程的雷火鼠弓箭手丘丘人各1只，2只拿火棒的冲锋丘丘人，2只拿盾的岩盾丘丘人。当4只岩盾丘丘人都打死后，就会从场地的12点钟方向冒出火斧丘丘人暴徒。当4只火棒丘丘人都打死后，就会从场地的6点钟方向冒出木盾丘丘人暴徒。打11之2层需要了解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仇恨值。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哪些丘丘人会优先攻击秘境证实。想要满星的唯一条件就是要让石头的血量在60%以上，因此要优先将会主动攻击石头的丘丘人打倒。岩盾丘丘人的仇恨值在石头上，伤害高，因此是优先击杀目标。弓箭手的部分虽然只有1只火箭丘丘人仇恨值是在石头上，但因为若是你刚好站在石头前，而另外1只雷箭丘丘人也在瞄准你的话，散射的箭一样会扣到石头的血。但弓箭手的伤害算是最低的，大概一次只会扣石头1%血，因此可以最后再处理。中间可以用个障碍物挡箭，这里会推荐凝光的玄机瓶或是岩主的荒星，但是要造出一个后，再马上去将另外1只丘丘人重击到集中的位置。后面的火棒丘丘人的仇恨值虽然是在玩家身上，但如果你被挤在石头前急着要打岩盾丘丘人的话，其他丘丘人距离石头太近，挥到的伤害一样也会让石头的血是用喷的，因此也要注意拉开近战丘丘人与石头的距离。再来，当火斧丘丘人暴徒出来后，要马上去攻击他，使他的仇恨值吸引到你身上，并尽快击杀。他对石头的伤害也非常高。而木盾丘丘人暴徒虽然仇恨值在玩家身上，也要注意，当他从6点钟方向出来时，会先对你来一波兴奋的爆冲。若是路径上会冲撞到石头，也会造成扣血，要注意到时候自己所站的位置，不要让暴徒冲过来时只撞石头。只要在解决完火斧丘丘人暴徒后，剩下的木盾丘丘人就可以不用理他，随他跟在后面跑，专心解决弓箭丘丘人。下半场总共会有7只怪物分2波出现，第一波主要会出现的怪物是2只盗宝团和1只雷音术士。2只盗宝团成员都会朝石头丢火球，伤害非常高，优先击杀。再来雷音术士虽然仇恨值在玩家身上，但他身边的蚊子竟然会攻击石头啊，而且是很多只有很高攻速的攻击频率哦，非常可怕。一不控制好，就会把上半场累积的辛苦都白费掉。若不希望他们攻击石头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重击将他们击退到场地边缘，离石头越远越好，但就需要花点时间。再来最快的方式就是带上巨怪达人温迪，切记一定要让温迪的大招能量在11之1结束前维持在满格或是将近满格的状态，以便一开场时就马上开大，趁着巨怪的时候快速集中杀掉。若没有温迪的话，可以选择其他巨怪的下位角色，像是砂糖、风主等等。若没有巨怪角色，就考验自己角色的练度与输出，输出要够才可以在不靠巨怪的情况下，透过重击将怪逼出场中心，争取在越短的时间内清掉所有的怪物。另外就是有练水系主 C 的话，也可以和兵系角色搭配做冻结，采用控场的方式控制战斗节奏。第2波怪物会出现的是3只盗宝团成员和1只债务处理人。盗宝团的仇恨值在石头上，债务处理人在玩家身上，因此要优先击杀盗宝团。
但也要小心债务处理人的高伤害突刺和隐形。若能够使用巨怪的角色，也会轻松很多，大概可以控制在10%血量以内就结束这层。洛洛在上半场使用的是岩队，由于雷元素的附着会影响能量回复，因此这关所使用的队伍阵型的充能速度很重要。由主 C AKA 奶妈满咪诺尔加副 C 钟离加副 C AKA 辅助凝光加辅助重云。钟离的岩脊搭配其他岩造物可以加速大招回复，重点在于尽快让诺埃尔大招出来，大范围且快速消灭场上凡人的丘丘人。钟离大招一好，也可以直接召唤陨石下来，大范围 AOE 伤害。凝光的部分除了用玄机瓶挡丘丘人剑矢之外，普攻速度快，加上岩伤也可以快速破掉岩盾丘丘人的盾。而重源则是预备用在消除 debuff 以及后面11之3的愚人众雷锤的减伤盾。如果没有冰元素角色可以清除雷元素附着，若是想要加快充能速度，可以再搭配双峰队，但相对的练度要高，同时也要顾及奶量。若是塞了双峰却没有奶妈的位置就很尴尬。而岩队的优势就在于诺埃尔可以输出，也可以充当奶妈角色，因此就有更多的队伍空间可以利用。其中关键的角色在于凝光、挡剑和破盾的部分真能好用。若是自己的主 C 不是岩队的话，也可以将诺埃尔和钟离的位置换掉，另外搭配自己惯用的冰属性角色。而下半场使用的是元素队，由主 C 可莉加副 C AKA 奶爸行丘加奶爸班尼特加温迪，主要透过巨怪后再将班尼特及行丘的 buff 效果全部上给可莉，集中高伤害的一次牵制并打倒所有敌人，比起上半场简单非常多。若是没有温迪的话，就蛮不容易满星的，除非主 4C 的伤害够高，同时可以牵制敌人动作，像是一些雷属性角色有感电效果时，就会让敌人动作稍微停顿，或是水属角色搭配冰属性角色动击来做控制等等。不求满星的话，这些也是可以通关的队伍。另外补充，由于这队元素队没有冰属性角色，因此充能速度非常重要。洛洛在这边将行丘装备祭礼剑，班尼特是西风剑，温迪也是装备西风猎弓，都是追求快速回好大招或一技能的重要装备。岩队这边刚开场就会看到一群丘丘人像看到跳楼大拍卖一样冲过来，先切钟离稍微往8点钟方向放一个岩脊做伤害，再立马切凝光到2点钟方向做玄机瓶挡剑，再回来中心先破岩盾丘丘人的岩盾。因为诺埃尔的普攻和钟离的普攻破岩盾都非常慢，也无法对他们进行打断，因此先用凝光破岩盾。若怕痛也可以先用诺埃尔做个护盾保护凝光，一边破岩盾一边也要拉开火棒丘丘人的距离，尽量离石头远一点。玄机瓶没了就要马上补，破完盾后切诺埃尔出来吸能量，同时一边维持附近的岩造物数量，大招好后马上 Q， 接下来就会轻松非常多，爽快的劈啊砍啊！好女仆要不要练一支啊？当诺埃尔清岩盾丘丘人时，要注意岩盾丘丘人的盾被打掉后会跟火棒丘丘人长得有点像，要记得样子是拿着锤子的，就是要先打掉的岩盾丘丘人。岩盾丘丘人打完后就会出现火斧丘丘暴徒优先击杀，木盾丘丘暴徒尽量不要让他靠近石头，击杀完火斧暴徒就去解决弓箭手，一边也要做玄机瓶，不要让散射的弓箭攻击到石头。弓箭手可以的话就尽量控制血量，2只都同时打死，不然先杀死1只后，另外一边就会出现另外1只弓箭手出来递补，会无法同时做2边的玄机瓶。等到弓箭手都解决完后，就可以处理最后1只的木盾丘丘暴徒。由于这层没有限制时间，因此稳稳掌握节奏就可以到下半了。只要这时候的石头血量还有70到75%以上，就可以让下半场有较少的压力了。洛洛这边是控制在80%还有20%的容错空间，可以给下半场哦。下半的重点，只要温迪的大招有出来就稳了8成了。要注意的是，千万不要在11之1就把温迪的大招开掉，或是能量还不够满，务必维持在90%以上能量再进下一关。开场直接做出温迪大招，有班尼特大招开班尼特，有行丘大招开大招，没有就开一技能，接着就是快速切可莉狂炸蹦蹦炸弹，同时透过重击让雷银术师和盗宝团尽量被击出场中心，若一波没死的话，再重复上一波行丘一技能和可莉输出收尾。第2波怪出来后，切温迪快速累积大招能量，一边等盗宝团虎视眈眈的越往石头靠近，大招一好后就开温迪大招，把所有怪聚在一起，重复第1波的输出循环，最后石头血量还有73%就通关喽！哒哒哒！以上就是洛洛这次的11之2满星攻略解说影片，虽然整支看起来短短的，但也是打了好多场啊！
后面还会再陆续更新11之3和12层的攻略，也希望可以帮助有需要通关11之2的肉肉们。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肉肉都会一一回复。想找更多大神，也可以加入肉肉的 Discord 群组，到原神频道拜见卤肉帮的各路大神。觉得影片内容实用，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或是想要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，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卤肉帮会员。最后，喜欢肉肉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，给肉肉一个鼓励。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，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YouTuber 卤肉肉，我们下次见喽！